大家好，我是差评的二狗。iPad 全称 Internet Portable Apple Device， 2010年4月3日生。从2000年开始孕育了10年，再从发布开始又过了9年，期间苹果甚至违背超老爷子的意思。Who wants a stylus? You have to get them and put them away, and you lose them. Yuck! Nobody wants a stylus. 给它配了一只 Apple Pencil。然而，买前生产力，买完爱奇艺这顶帽子始终不怎么好摘。但这次 iPadOS 的更新真的有点东西。今天的这期视频有些不同，我们尝试从脑爆开始，到视频上传为止，全程用 iPad 来工作。过程当中也会用到这次 iPadOS 更新的一些功能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如果你有这个列表里任意一种 iPad， 请把它拿出来，擦擦灰，充上电，因为看完这个视频，他们会重新获得你的宠爱。接下来，我们正式开始制作这支视频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个脚本。我之前已经在手机的备忘录上记下了一些零散的点子。现在我们打开 Pages， 把它们来整理一下。打开 Pages 之后，把备忘录 slide over 到画面的右侧。这一段关于 iPad 上桌面级的 Safari 的文字内容，我可以直接选中，拖拽过来。但是关于画面，我还需要跟导演讨论一下。然而，导演冷酷地拒绝了我，甚至连碗螺蛳粉都不给我带。我们继续，备忘录的舷窗也可以拖拽扩大到全屏。我当时记下的这个网址，直接按住移到任意一侧，就可以生成一个浏览器的分屏。让我把它放大一些看一下。这里是苹果官网 iPadOS 的说明。那其实如果是长时间的文字工作的话，配一个蓝牙键盘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如果你想的话，可以加个鼠标，甚至是有线鼠标。你只需要一个这样的 hub 就可以了，就像这样。这其实是苹果面向有障碍的使用者开发的功能，毕竟明明触控更好用，为什么要用鼠标呢？另外，这次更新加的 Markup 功能可以让你在全局截图，用 Apple Pencil 做一些标注，非常好用。脚本准备好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画分镜了。因为分镜只需要画一个简单的轮廓和结构，所以我只要新建一个备忘录，共享给导演，就可以开始一起画了。这里我把协作邀请发送给憋导，他收到邀请后就可以开始画分镜了。虽然我有点怀疑 Apple Pencil 的延迟从20毫秒缩短到9毫秒能不能感觉得出来，但根据导演的说法，他愿意用这台 iPad 临摹完《龙珠全集》。分镜画完，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差不多了。因为这次视频拍摄的素材都是通过 iPad 拍摄或者是录屏获得的，所以我们只要导入一下音频素材，就可以开始剪辑了。这次 iPadOS 的更新对于文件管理的升级其实是非常明显的。除了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键鼠，通过一个 USB-C hub， 你也可以接入像 U 盘、移动硬盘、相机、SD 卡等种种外设。本来我们想要用 iPadOS 里的 LumaFusion 来剪辑这个视频，然而在导出的时候会发生闪退的问题，所以我们换了一台还没更新的 iPad 来剪辑视频。我们先在照片库里把要用的素材大概修剪一下。那其实这次更新包括 iOS 13，也是支持调色、加滤镜、机型校正的，但我们要统一在剪辑软件里调，所以这里就不用了。接下来的剪辑我们用的是 LumaFusion 这款软件，这款软件可调整的参数比较多，偏专业向。要求不是很高的话，其实原生的视频剪辑加上 iMovie 对于普通人做 vlog 拍一些普通的这些小视频已经是足足够够。iPadOS 对字体的支持也更加完善了。这边因为我们用的还是开发者 beta 版，所以没法展示。等秋季正式推送之后，从 App Store 就可以下载到自己想用的字体。不得不说 ，iPad Pro 看看这种事情，才能真正的把 A12X 这颗芯片的能力展现出来。这种感觉就是一把杀了9年鸡的牛刀，终于杀上了牛的感觉。杀完了牛，酣畅淋漓。我们本可以把导出的视频文件拷到 U 盘里，再到电脑上去上传发布，但是为了做得更极致一些，我们决定就在 iPad 上完成这一步。现在 iPad 上的 Safari 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桌面级的浏览器，
换句话说，你打开任何一个网页看到的版面都是桌面版的，而不是平板或者是手机版。而下载上传也与电脑网页无异。在视频上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还有空聊些别的。这次 iPadOS 的发布，实际上是苹果交互设计团队对于如何提高 iPad 生产力这一核心课题交出的答卷。像可以缩小单手操作的这个键盘，其实比全屏幕的虚拟键盘更好用，抓取、展开等等编辑的手势甚至包括加入了一些键盘的快捷键，这些都是苹果对于应用内交互的优化。但在我看来，如何提高生产力的重中之重，还是应该在跨应用的交互里面。这决定了你可以用 iPad 处理一件多复杂的任务。这让我想到了手机从2007年第一代 iPhone 发布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2年，在这12年期间，我们仍然摆脱不了一屏只能使用一个 app 的命运。我们使用手机要在跳转切换的苦海当中挣扎，像这个样子。而我用 iPad 呢？那多数手机厂商为什么不去做软件和交互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吗？显然不是，而是因为手机的生产力在现有形态下已经碰到了一个瓶颈，而这个瓶颈就是屏幕。所以聪明且有能力的厂商已经开始在做折叠屏手机了，比如说最近华为爆出的这个3折屏专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但如果只是屏幕变大了，交互却没有跟上，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们甚至都不用去想象，就跟以前的 iPad 一样，它会变成一个昂贵的大玩具。但新的 iPadOS 里，大的触摸屏配上正确的交互逻辑，就是 drag and drop。iPadOS 告诉我，在大屏上这样操作更好用，我才真正开始觉得它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工具。说到生产力，苹果还让 iPad 可以作为 Mac 的扩展屏，甚至数位屏使用，大大扩展了 iPad 的使用场景。A12X 杀了半年的鸡，终于能杀上牛，应该也会很欣慰吧。这几年手机厂商基本上都在工业设计的范畴打仗，怎么把边框变窄，把刘海藏起来，把指纹做到屏下让它更快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我真的想说一句，软件和交互，这真的比刘海是怎么被藏起来的更有意义。在 iPadOS 更新之前，我曾经觉得 iPad 可能会先于手机消亡，但在 iPadOS 更新之后，我觉得可能手机会先于 iPad 消亡，或者两者都不会消亡，它们最终会进化成一种东西。距离正式版的 iPadOS 推送大概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6月17号刚更新了开发者 Beta 2。想尝鲜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找到方法。你要问我稳不稳定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传完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挺有趣的话，不要忘记3连加关注。如果你有这个列表里任意一种 iPad， 请把它拿出来，插上电，擦灰，因为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重新爱上这款游戏。